这个时刻，最近川普跟习近平通了一个电话，但是通完电话以后悄然无声，一直等到川普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才说：“我跟习近平通了一个电话，然后通话的内容也没有交代。”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是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现在当选，如果你是打了一个祝贺的电话，那天经地义，而且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修补你中美之间的关系。就算两边讲的有什么不愉快，你也可以各有一个仪式性的发言，各有一个官式的发言，让这件事情可以等于说落幕。但没有想到，当川普跟习近平通完电话了以后，两边都没有任何表态。难道这中间真的不欢而散，到了提都不想提这件事吗？或者是提了这件事情，对习近平会非常的尴尬吗？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习近平的压力很大呢？因为现在习近平要对付美国的所有的盟友，没有想到一个一个的垮台。我们知道，当美国寄出了说我要中美大对抗，美国开始我要我自己的供应链，那中国当然讲你有你的供应链，我也有我的盟友，大家互相来对抗。可没有想到，现在被认为中共现在这个邪恶轴心的朋友一个一个的垮台。伊朗不用讲了，伊朗现在根本就是一个残废的状态。那我们看到他的北韩，北韩现在南韩已经说了，我要攻击你，我要挑衅你，我要这个所谓的激怒你。金正恩有讲话吗？金宇镇有讲话吗？就算现在南韩闹得天翻地覆，你看到现在金正恩跟金宇镇两个人一样，一句话都不敢讲，因为他们现在讲的任何动作、任何话，都可能被尹锡悦视为挑衅的行为，都可能变成一个出兵的理由。你很难想象，北韩到现在噤若寒蝉，噤若寒蝉的背后，原来最害怕战争的就是北韩，他根本经不起一场战争的洗礼。好，那我们想到。那普丁呢？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叙利亚，它有个空军的基地，有一个海军的港口。现在，如果你没有叙利亚的话，你对于整个地中海，你对于整个欧洲，你根本没有发言权。你想威胁这个地方，门儿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以前你要去钳制欧洲，或者是说你要发展你的经济，你透过你的北溪1号，甚至后来你要发展你的北溪2号，你会这样子过来。可是，欧洲真正想要的天然气在哪里？在卡达。当时卡达不能过来，就是被叙利亚卡到。卡到叙利亚，如果现在没有的话，卡达的天然气如果可以进到欧洲，那俄罗斯对欧洲就没有任何威胁性，甚至俄罗斯的天然气未来根本就是卖不出去。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普丁他刚刚讲，他在外交上、在军事上、在国力上，甚至他在能源的掌控力全部会下滑。你只要想看，现在习近平周边的盟友一个一个都下滑的话，那重点在哪里？川普一定会全力的对付习近平，而当川普会全力对付习近平的话，接下来的几年到底会出现如何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呢？好，我们今天请到了来宾，在帮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总导吴子佳，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姚维珍，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王瑞德，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吕一峰，大家好。好，第六位是资深的政治记者张宇轩，好。走，你曾经讲过说，以川普王者在归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一定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因为川普跟拜登完全不一样。拜登刚刚讲的，我就开始和实则为之开始进行包围。可是川普，我就直接跟你定勾机，而这个直接定勾机完全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而这个游戏规则真的在改变了，因为看到现在北韩，我最惊讶的是，以前北韩最会叫嚣了，以前北韩最会威胁南韩了，以前南韩跟他 say 喊的，一被威胁就很紧张，就没有想到现在谁想打？是尹锡悦想打，尹锡悦现在每天在挑衅北韩，尹锡悦每天就要说，我要打仗。可是金正恩、金宇镇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讲，现在根本到现在都噤若寒蝉。你才发现说，原来想打仗的是尹锡悦，现在不敢打的是金正恩。而且金正恩刚刚讲到，他们开了很多的会，结果开了这么多会以后，不敢有任何的动作。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讲的伊朗现在摩西马不好条苗了，伊朗现在连谁是 leader， 大家都推来推去。但是你说更可怕的是叙利亚。叙利亚变天之后，普丁的实力就完全被看穿了。当这个叙利亚变天之后，普丁就确认他只是个纸老虎。而当叙利亚变天之后，普丁对于欧洲的影响力就越来越低了。川普1月20号才要上任，可是在他上任之前，宝杰，全世界已经变了，变成什么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狂人或者说这个疯子川普要上台之后呢，他会打破很多游戏规则。所以既然有这个疯狂的老大在旁边的时候，他旁边的小老弟呢又开始疯狂了起来。那反而跟他当对面的人呢开始怕了。对，所以他最近出现很多很奇怪的局面，譬如说你看南韩尹锡悦，他好像真的要揍这个金正恩啊。就金正恩最近怎么样？不敢说话。对，他在12月3号要政变之前，每天下午尹锡悦一见人之后，现在金正恩如临大敌。
根本不敢说任何，不敢骂尹锡悦。所以你说在这个上礼拜之前是。金正恩每天嘲讽尹锡悦，对，每天在那边讥讽他，是，甚至我还发射飞弹，是。可等到尹锡悦形象 keep 不平了，对，真的要打仗了，对，金正恩就乖了。尹锡悦可能真的会打而且川普搞不好不反对他打上礼拜吴董讲说他根本不是要戒严，他是要打仗，而且这个打仗是得到美国支持，他得到川普支持。我当时还跟吴董说，我才不相信你嘞。搞了半天，吴董是对的，对，他真的要打，而且得到美国支持了。所以现在金正恩乖了你看金正恩，我没有动什么川普都没动手，他就乖了。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在叙利亚，打了20-30年的内战之后，突然之间叙利亚在川普还要一个多月要上台之前，他就垮了。这个阿塞德家族就垮了，为什么垮了呢？很简单，因为现在大家都开始乱拳去打你嘛。土耳其看到机会，他开始打了。这个以色列不客气，继续打。对，另外美军也打，所以呢，迅速时间里面，叙利亚就倒了。那倒了之后，对谁最倒霉？苦主，我看苦主有几个，一个是伊朗大苦主，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大苦主，还有一个中国大苦主，3个都是大苦主。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伊朗原本的小老弟在这边，现在被消灭光光，所以伊朗在中东基本上他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没有影响力了，因为他的所有小老弟都被歼灭完毕了。刚才讲你的叙利亚现在没有了，对，你刚才讲的，你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哈马斯你也没有了，黎巴嫩你也没有了，对，现在以色列有讲，对，他现在要全力去对付这个也门了，对，所以事实上伊朗在中东基本上没有影响力了。好，另外一个。普丁，我跟你讲，普丁现在逃个莫雷修，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为什么？因为叙利亚，我们看这个地图就知道，叙利亚它是管理整个这个地中海，它在这边有一个空军基地，还有一个海军基地。它用这个空军基地呢，扩大它在中东的影响力。海军基地它可以去威胁这个地中海的国家，对，所以他对为什么欧洲国家会怕他？他这边有军港，有军港，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这个叙利亚丢掉之后，军港被端掉，还这个空港当然也被端掉了，所以呢，它等于是对欧洲的影响力就没了，所以对地中海的影响力就是没了，没了怎么办呢？那现在可能就被迫要开始，这个欧洲的问题可能就要开始解决。所以呢，这样对普丁来说，逃个莫雷修，更不用讲这个油管的问题，因为原本这边有个油管可以通过来，叙利亚呢跟这个卡达呢跟欧洲呢原本都是这样子买卖，对不对？但是他要透过这个所谓 LNG 船，未来搞不好可以叙利亚因为已经开始变天，我搞不好可以油管带过去。所以呢，对俄罗斯来说，他现在要好好解决接下来的国际政治问题。因为你讲说，现在其实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是在卡达。对，如果卡达今天可以供应了这个欧洲的这个天然气，是，我直接管制就拉过来了，是，我就不需要依赖的这个莫斯科。对，我如果不用依赖莫斯科的话，普丁刚刚讲的，我在能源上、在经济上、在外交上都会重创了。对，好，那所以我就讲他们都重创，那还有一个重创是谁？就习近平嘛。抱歉。叙利亚他们这个阿塞德去年才去访问，拿了100亿美金的这个资助之后，他1年之后就垮台。那这些钱到底追不追得回来？大家完全不知道。所以跟你讲，现在叙利亚一倒台，伊朗、俄罗斯还有中国全部都变成苦主。所以来说，普丁这个川普人都还没上来，国际局势已经出现了非常空前绝后的这个大变化了。而且刚刚讲到，现在俄罗斯就透过了这个港口，刚刚讲我就威胁了整个地中海，而且我要透过这样的港口，透过这样空军地，我也可以掌控整个非洲。对。可是如果说我中国被截断的话，是俄罗斯的国力是被封印起来了。对，没错。我们知道，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在非洲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中介港口在这个地方，还有中介的基地在这个地方，就在叙利亚。对，它有一个赫梅敏的这个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就是我们如果常常看到，不是有俄罗斯常常轰炸叙利亚，它就从这个空军基地过去，所以等于是管理整个中东一个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有一个海港。海港就是塔图斯的海港，塔图斯海港是什么？宝姐，那因为这几天呢，不是听说这个已经沦陷了吗？沦陷之后，你知道他们从这个俄罗斯港口出了什么？有包括说1艘柴电式的这个攻击潜艇，还有3艘的这个飞弹护卫舰，还有2艘的轻武的这个支援舰，全部都离开了，全跑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港不见了，说我们就跑了。所以讲，他在这边的攻击力不弱，3艘飞弹巡护舰，1艘这个攻击的潜艇，还有2艘轻式的这个支援舰，所以等于这些过去是在威胁地中海这些，它完全都没了。好，所以也就是港口没了，所以未来这个地中海这边国家的国力没有在管你的啦，没在怕你了。另外第二个，这个空军基地没了之后，他从这个空军基地可以从俄罗斯起飞，在这个空军基地之后到中东，到这个中非国家。以前普里格金就是这样子去管理非洲的嘛，就透过这个中介站。从瓦格纳。对啊，瓦格纳中间是把叙利亚当成中介点。当然了，他要到非洲去，就是这个飞到这边来，然后再过去嘛。或者我可以把这个地方当成是我的军事基地嘛，很多辎重什么都可以放在这边。就现在都没了，
美联洲当然是对他来讲的话，他整个中东完全丢掉之后呢，我跟你讲，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而且更可怕的是，中东就完全洗牌了。是，现在以色列变这边的老大了。对，而且刚刚讲的这边逊尼教派的人是全部都跟美国合作了。简单来说啦，这个地方过去叙利亚过去是这个伊朗。包括说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痉挛，还有这个中国势力，现在完全被赶走了。现在被赶走变成什么？变成哪3个国家？一个是北边的土耳其，另外是南边的这个以色列，还有美国势力来了，所以等于是权力完全洗牌。过去3个国家的势力完全都被赶走了。好，为什么土耳其要来？因为这边有所谓库德族，那土耳其下来之后，我控制这个叙利亚之后，我可以控制这个库德族，所以他就北边的领土都可能被他占领了非常大一部分。那这个以色列马上就占领了这个戈兰高地。我占领戈兰高地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防守的地方啊。那美军这个时候就进来轰炸 ISIS。你看美军这几天还发布了，就包括说像出动 B-52轰炸机啦、F-16还有 A-10去轰炸这个 ISIS。所以它事实上等于说美国派了 B-52去轰炸。对，所以你知道美国拜登现在也不演了，我就直接进去，反正既然倒台，我就开始狂 K 你啊！所以就到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这个局势我就讲瞬息万变。我跟大家再讲一次，原本叙利亚是谁？这个伊朗、俄罗斯、中国，现在3个国家倒了，变成土耳其、以色列、美国，完全洗牌。完全洗牌，你就知道说，对中东局势来说，绝对会非常非常的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因为现在中国非常尴尬，就是在去年的时候，阿塞德还去中国访问，他去看了灵隐寺，灵隐寺他讲。灵隐寺创世以来，只有3个人可以丢门引将，对，没错，开中门进去。上面一个谁？上面一个是邓小平，是，再来就是阿塞德，对，就阿塞德居然倒了。但你也可以知道说，当时中国押宝在上面全没了。去年这个阿塞德去访问的时候，他还跟习近平见面，然后跟灵隐寺见面，然后还弄了很多这个资助都给他，然后还说我们跟叙利亚要建立什么战略伙伴关系，就1年时间就都没了。倒了之后，好，我就讲中国是大苦主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是大苦主，就我讲俄罗斯。除了刚才讲到对于他的这个海港口还有空港不建之后，我跟他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线，什么非常重要的管线？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讲。这个俄罗斯在控制整个欧洲国家的时候，有所谓北溪1号跟北溪2号嘛，对不对？因为后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嘛，那德国不爽，就说那我们把北溪2号关掉，所以现在只剩下北溪1号一直不断的运，那他还可以靠这个赚钱啊。但问题是，那很多国家还是透过北溪1号啊。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一个重点是，因为我要绕过俄罗斯，所以很多国家都跑去跟卡达签约。你要法国跟卡达签约，欧洲的很多意大利啦，这个英国都跟卡达签约。可是问题是，卡达离欧洲这么远啊，对，那你要用什么？有 NG 船，LNG 船很少量嘛。那现在就说，既然叙利亚已经 OK 了之后，现在他们在研议一个计划，就是从卡达拉天然管线通过。你知道为什么俄罗斯要占领叙利亚吗？他其实就是这样想。我占领叙利亚之后，你要绕过我很难啊，你这个天然管系不可能绕过我啊，所以你就知道，他现在俄罗斯这个拿掉之后，这个天然管系就可以盖出来，从卡达直接到欧洲去了，所以等于是未来欧洲这个俄罗斯的能源比重就会大幅下降，所以我才说这个丢掉叙利亚对普丁的影响是相当巨大，他绝对不想看到叙利亚阿塞德家族倒台的一个状况。不是，这里出了一个怪事情，就是。在12月2号或是3号的时候，川普跟习近平2个人都通了电话。通了电话以后，这个东西居然悄然无声。以前照理讲，你川普就任这是好事嘛？我打了一个恭贺的电话，然后两边都有官方了以后，这个可以融冰嘛？这是皆大欢喜的。就这个电话打完以后，两边悄然无声，两边什么讯息都没有流出来，一直等到川普12月6号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才说，我跟习近平通了电话。那通完电话了以后，你到底讲什么？川普也没讲，习近平没有讲是吧？那习近平今天就讲了一个他警告他说，如果美国要打贸易战，没有赢家，代表那个画面、那个电话不欢而散，而且那个电话。根本就是川普对习近平威胁，我要跟你打贸易战的。当然是嘛，川普大嘴巴，一定电话里面就警告他嘛。你看他这个时间点嘛，他刚好发生这个叙利亚的事件嘛。发生叙利亚事件，你知道对习近平损失多大？很大吗？1000亿美金呐、刚刚答应了，忘记了吗？上次到了浙江去开了灵隐寺大门，对，援助叙利亚1000亿美金，1000亿美金，通通打水漂，这是挂了，那怎么会高兴得起来呢？这第一个嘛，对不对？所以川普是行动派，一直在干嘛？对，那他整个的策略来讲的话，很简单，他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攻击中国嘛。
这压制中国嘛。对，他压制中国的话，最重要是什么东西？就是有俄制中嘛，还是要拉拢，他还是要解决俄乌问题，拉拢俄罗斯进来嘛。对。而且俄罗斯比过去更好了嘛？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又收了一个小弟叫金正恩呐，对不对？那这个所以原来金正恩是独家代理的是习近平嘛，现在普丁也在里面插上一腿。对，那这个普丁的利益如果一定程度的又跟这个西方利益要谈判嘛，他们要交易嘛，所以川普又跟他扯在一堆了嘛，所以这个整个情况你可以看到没有？越来越凸显出来，变成说习近平或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在国际上地位是孤立的，在孤立的情况。然后你要知道，第三个你要注意哦，川普基本上是不用军事行动，他不打仗的嘛。人家问他说台湾问题，他台湾问题我很简单，我关税100%罚他就关税来修理中国。所以基本上他就是用关税、用经济的冷战的方式来处理面对他的最重要的竞争者，那就是中国大陆。对，所以他今天这个结果，他当然习近平不高兴啊，他说没有打贸易战没有赢家，怎么会没有赢家呢？他当然只有一个赢家，所以川普认为他是赢家嘛。对，川普所有的策略里面，他现在把俄国如果也在俄乌战争在他上任之前就解决掉的话，那这个那俄罗斯跟他之间的以后的所谓的这个石油的交易的这个交易货币是什么？美金，就美金了嘛，他确定他的美金的强大，对，他为了美金的事情不是警告好多国家，对，你们不准用其他货币，或者干你，对不对？你敢用美金以外的货币，但是最大一咖是谁？就俄罗斯啊，俄罗斯也用美金，所以他整个有俄制中的策略是一步步在收缩嘛。当俄罗斯不打仗了，对，那大家搞经济了。他就开始要他就开始搞关税了。可是俄乌能收拾吗？俄乌不是一个烂摊子吗？他跑到法国不是去讲了吗？对，这叙利亚为什么会败的啊？他俄罗斯不够力了嘛，俄罗斯力量不够才变成这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如此？是如此。整个俄罗斯在欧洲的这个战略布局节节败退嘛。对，他整个退出叙利亚的话，等于是他那个军事的力量，那支箭要剑指欧洲的那个没了，最后的海军基地退掉了嘛。那剩下什么东西呢？剩下俄乌战场了。俄乌战场目前的最新的谈判的这个泽伦斯基同意让土地让给他了嘛？哦，对，但条件就是说他的用词很精准，就是说我们现在剩下的4个州不要用军事解决，用外交解决。我都看不懂外交什么叫做外交解决？外交是大家扯皮了嘛？外交是打屁嘛？外交是什么？外交有什么用？外交能够把一块土地抢回来吗？不能，当然不能。可是后面一个更狠的东西嘛，就是剩下乌克兰的国家由北欧来由北约保护嘛？北约保护就是川普保护啊。那看川普好高兴跟他站在一起，这小子已经拿人家好处了嘛，所以他才穿一个蓝色西装，打了一个金黄色的领带。这个情况其实就是要谈出个条件，让普丁能够下台嘛。所以你说，川普跟泽伦斯基已经谈好了，但川普跟泽伦斯基没有角色了，全部是川普了。川普是总代理了嘛？总代理，他是老大，他做主嘛，对不对？那他答应普丁的条件，一定是让普丁能够满意的条件，普丁能够解套。面子上能够能够顾到面子，然后在国内的这个所谓他的总统地位能够保持，那普丁会同意啊？怎么不会同意呢？因为他要的就是这4块地给你啊，如果顿巴斯的这些土地我要，我现在来跟你交朋友，然后到乌克兰帮忙，你怎么办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条件他很难拒绝，我认为有密切在谈判中了。但这个谈判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个苦主是谁？就是习近平嘛。因为习近平他就一直孤立嘛，然后在这个时候来讲，我们慢慢逐渐已经证明了这2天的南韩发生的这个整个的变故的事件，尹锡悦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发生的嘛，是其来有自，确实是有心怀不轨。你上礼拜跟我讲说，川普在幕后支持尹锡悦，尹锡悦干这个事情是得到了川普或者美军的某些获取，而且他不是要搞戒严，他是要搞战争。我上礼拜讲，你讲真的还讲假的？我这个礼拜看是真的了。你看他今天更离谱，那李在明已经讲了，李在明要1个礼拜弹劾这个尹锡悦1次啊，然后1个礼拜1次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发现一个大问题啊，李在明在跟他拼了，因为他用司法在搞李在明啊，因为李在明违反他的选罢法，对，他搞一搞，李在明就没有选举资格啊，这
问题，所以他这里面的斗争是用这个好多法律问题搞在一堆啊，所以这个东西我高度的怀疑啊，这个川普会在1月20号之前，或是这个最短的时间之内跟尹锡悦碰面啊，那尹锡悦又变成他在朝鲜半岛一个重要的棋子。宇轩，刚才谈到是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面，刚刚讲是越来越孤立了。你现在的很多的伙伴，很多的兄弟，要不然就是中箭落马，要不然就是被打得半残。然后呢，现在习近平刚刚讲的这张照片，就完全可以感觉他那个孤家寡人的感觉。我们上礼拜讲，这个位置非常不合理，是以前你都在台上有上对下的，你现在怎么会在一个平台？那你在一个平台里面跟这张照片，说这一张照片出来以后，让习近平非常不高兴，说你现在直接正面派他，而且派他一个人孤立无援这样子。把他给惹毛了。现在有人讲，那解放军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解放军怎么可能有这种照片出来？而且这个照片出来是故意给习近平难堪的。宝来哥，特别是中国，我们讲最高的领导人，他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照片都是经过精准计算才会释放出来。所以当今天如果说，特别是 CCTV 央视把这个画面流出来，绝对是有人要冲康习近平。这个照片有问题吗？当然了，你想想看，以前习近平应该是干嘛？我坐在高位，高高在上，你们所有人陪车在我旁边。但这个照片是吗？孤家寡人，当然是孤家寡人。你看中间的场地空这么大一个，那习近平这么小小的，好像很委屈、很孤单。旁边呢，左手右手通通都没有人陪伴，而且是只有一个人孤立无援。所以你不要以为以前没有这种照片。中国现在不只是我们讲在国际上孤立无援，连习近平在国内孤立无援嘛。当然了，宝德哥，你知道他们给什么烂理由吗？他们给什么烂理由？他们说，这是视讯会议啊，习近平要看电视啊。结果我们画面镜头一转，更尴尬了。我跟你讲，这绝对是要给他冲康回绕鬼了。来哦，这个画面来，习近平是什么？他眼睛是2.0吗？这么小一个荧幕，而且宝杰哥，请问一下有亮吗？根本没亮啊！所以你跟我讲说视讯会议，结果我发现你这个荧幕你根本没开啊，这个完全不攻自破嘛。再来第二件事情，所以有人拿了以前的这个视讯会议来比较，导播注意到，以前习近平有没有这个角度？有没有开这样的视讯会议？也有。可是当时一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大的荧幕。在这个大的荧幕里面，其实这些军官也都站在他的旁边，没有一个人把他孤零零丢在旁边，所以大家是真的看着这个荧幕要做一些各个军区的视讯会议。可是这个尴尬在哪里？你上面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结果你根本是一个红布，红布的对面你2个小的荧幕，你叫什么视讯会议？而且连开都没开。再来，我宝哥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哦，这个庞博他所在的位置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高台，所以理论上来讲，就算你要这样搞，你知道怎么搞吗？把这个庞博撤下来，这个荧幕我就不相信你没办法把它调到对面去，让习近平一个人坐台上，这才是以前的规格嘛。所以当今天出现这个状况，因为你要知道，习近平跟谁？他跟张幼霞跟那个刘振立、跟张生明，甚至跟我们讲的，所以宝来跟我们讲，你知道习近平是跟谁去吗？他是跟何卫东、刘振立、张生明、张幼霞，这4个全部都是军委。就我跟你们齐平底平坐，跟你们一起坐在台下，所以我跟你保证，这绝对是有人跟他闹鬼，代表说习近平现在的军权根本不如想象中那么稳定。所以你说现在解放军有问题？对啊，所以我讲今天这个军演才好笑在这边。整个习近平呢，连军权都没有办法掌握，军委会连7个人都抽不起，只剩下5个人。你不是讲吗？今天有90艘的这个军舰围在我们的东部海域，在外面，不是很厉害吗？我们国防部说数量庞大哦，吓死人哦。结果宝这个来哦，我们看看那90艘，你知道是什么吗？来，就这个中国海警2钩动幺，这什么海警船？根本不是我们讲的真的战备巡逻，因为你说派什么动55的飞弹驱逐舰，我还服了。不是你派这个是什么警用的？这根本不是通常战争时期，而且我们所有画面中可以看到的，他通通拍这种海警船。所以你想想看，这90艘里面到底来这边干嘛？你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因为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2024大家还记不记得利剑 B 那个时候？对，因为他们讲说这可能是利剑 C 的一个前哨嘛。利剑 B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有所谓的军演呢？因为赖清德双十国庆嘛，演说完之后他马上出来了，就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一次也一样搞这种飞机？早上说5点开始临时军演，宝德哥，结果他们是朝9晚5，下午的6点马上就打完收工，下课临时军演临时解散。那时候大家就一头雾水，就这次军演也是一样啊，讲的好像我们讲的煞有其事。但我就请问一下，如果说这个军演是玩真的，是来认真的，那美国应该有所反应啊？没有反应吗？美国理都不理你，根本就没有理你，什么航空母舰都没派来。而且你想想看，他们讲的很好听，说哇，你看当时这是我们讲裴洛西那时候的，这个才是玩真的。为什么？第一个，它的时间长达72小时，
而且是在裴洛西来台之后一离开，前脚刚走，后脚马上联合军演72小时环台军演。对，然后再来呢，它有什么射实弹？那我就问，刚刚海警船可以开什么？你知道吗？它可以射水炮哦，用水炮灭台，怎么可能嘛？你看那时候是实弹，甚至有飞弹越过我们上空台，记不记得？那时候搞到连日本都不得安宁，日本都很生气哦。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玩真的，吓到美国真的派航空母舰来。就我们这一次看到了说什么利剑 C， 号称利剑 C 什么90艘，什么声势浩大。就雷声大雨点小，根本完全没有半点我们讲的。所以你说从利剑 B 到利剑 C， 你去看这中间不寻常的地方。如果你真的要威胁，你要有威慑的力量，威慑的力量你要让台湾怕，你要让美国紧张，你要让日本紧张。可是上次讲的2024利剑 B 是早上5点宣布，下午6点就宣布解散，很多的军舰还没有就定位就已经解散了。大家想说你在干什么？你的解放军到底是谁在控制的？这一次更好笑，你说有90艘军舰，90艘军舰跟我看都看不到。我如果看不到，你威胁我什么？不能跟我们讲，我后来终于搞懂，当时利剑 B 那时候是不是早上来，下午就走，然后我们都搞不清楚什么，对不对？我们知道后来什么时候才搞清楚他们的影片发布。不是啊，他们来拍片的嘛，对不对？大家不要太认真，所以他来拍片的，来拍片的，所以我真的认真怀疑哦，搞不好我们现在一头雾水，想说90艘哪里，对不对？到时候我又看到他们的成果展，哦，又来拍片，而且拍片还不只是拍片哦，它里面还要穿插3D 动画哦，因为实体太难看了，这个美号够而已。所以你宝弟哥，你看哦，他这一次他们说号称说我要把第1岛链、第2岛链全方面都封锁起来，但我就请问一下，这一次的任务主体性应该是哪一个战区？东部战区啊，东部战区嘛，那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是谁？林向阳啊，林向阳最近做出什么？轻生了，林向阳人都没了。你跟我讲说你要军演，怎么可能？而且你仔细看，这是他们东部战区所发的文章哦。你想说宇轩他们是发军演文吗？不是哦，他说我们呢有这个军营嘉年华会，我们在欢庆嘉年华，然后每个人在那边唱歌跳舞，然后很开心。然后另外一个说我们有军演了，就是陆军军演，根本没有半点海上的消息。所以各位到底玩真的还玩假的？我认真怀疑了，所谓的军演。搞不好呢，只是大内宣，为了安抚民心拍片用的。对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嘛，中共它第一个就要掌握枪杆子，怎么觉得说，最近这个解放军、这个军委会、这个枪杆子有一点歪七扭八的感觉？中共不是现在号称有90这个艘的这个各式的军舰呐，还有渔政船呐、什么海警船呐，再有台湾的这个东部外海太平洋在那边90艘看起来很多，但是在太平洋如果这样分散了就看不见了。你没有发现我们台湾没有感觉吗？对，哇，台湾完全没有感觉嘛。那更诡异的是，中共也没有感觉啊？为什么？中共没有在他的这个没有宣传，在东部战区最不敢宣传。这照理来讲，要联合利剑 C 就是对准这个台湾的话，联合那个东部战区一定要动起来，因为你是攻打台湾的第一线嘛。不好意思，司令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林向阳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嘛。那么事实上呢，最近真的对台湾有关系的，不是那90艘什么我们看不见的军队啦，而是下个礼拜。我们期待非常久的38辆的 M1A2T 真的到台湾了，而且保证下个礼拜就来。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上面了。现在运载38辆这个 M1A2T 坦克的这个船呢，已经在太平洋上面。那么本来照理来讲啊，然后这一次部署是以我们总共买了108辆嘛，陆军认为我们如果有真的要抗衡的话，至少要500辆。但问题是500辆，第一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经费，第二呢，那么以现在的这个马上可以拿得到的话呢，108辆捍卫的是首都啦，北台湾最主要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嘛，所以呢，本来照理来讲应该从这个然后北部的这个港口进来嘛，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比照海马式火箭弹一样从高雄左营进来，所以呢，下个礼拜，我曾经在本节目跟宝杰讲过，我说我看那 F-16V 我都没什么感觉，但是 M1A2T 我都想去摸一把。我们等这个坦克等多久啊？地表最强坦克，你知道今年连国防部做的那个相关的这个宣传阅历，对不对？都把 M1A2T 放进去。这个坦克一来了以后，有人说，哎呦，不是在俄乌战场上面坦克都会被这个无人机打掉啊？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无人机就可以把坦克全部结束？为什么乌克兰跟俄罗斯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坦克车还在用嘛？也就是说，那么消耗的几万辆、几万架、几十万架的这个无人机，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地面的坦克给干掉嘛 ？M1A2T 来了以后，告诉各位，除非中共有本事在第一时间要来攻打台湾的时候，把他的主力99A 的这个主力坦克弄上来，否则
他的这个什么动96啦，还是这个什么动15的轻坦克上来，一定会被我们这个M1A2T 的坦克全部歼灭。